这节课呢是教会大家如何才能做好甲片延长。那么延长分为很多种类，简单来讲，第一大类就是指托延长，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甲片延长。但是甲片延长呢又分为4种，第一种就是日式的这个浅贴延长，然后是什么呢？全贴、半贴、高位半贴。日式的浅贴顾名思义就是它跟甲面的附着面跟我们本甲面的附着面是很小的，大概是在2毫米的一个范围啊。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贴是贴到整个指甲的根部的，贴到整个指甲的根部。半贴呢，大概是我们甲床的1/2左右的一个面积。那么我们的这个高位半贴意思就是比什么呢？我们的半贴要再高一点点，离后缘大概有一个2-3毫米的距离。那么具体是2毫米还是3毫米，可以根据顾客甲床的一个长度。顾客甲床本甲面积短，我们就可以稍微再往上贴一点。那么顾客甲床本甲面积特别长，就可以贴到留空隙留到一个3毫米左右。像这个样子的4种甲片延长，相对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最舒适做出来甲型最好看的肯定就是我们的指托延长了。其次，如果你是做贴片延长，相对来说舒适度最好、塑形效果最好的就是我们的浅贴。我们可以看到它甲片的附着面积很少，这一块用到的胶量也很少。首先甲片的厚度也很薄，所以呢它不会妨碍到我们延长胶塑形啊。那么其次是什么呢？其次牢固度最好的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半贴啊，半贴的牢固度最好。相对比这旁边2个，它们中间用到的这个胶量是不是更少了？使用到的用来贴这个甲片的这个胶量越少，后期就越容易方便我们去做塑形。塑形是什么呢？我们后面会有实操课给大家很清晰的讲解。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呢？把我们宽胖或者是扇形甲的那种甲型给它夹瘦来啊。所以这里用到的胶量越少，就越能方便我们做出更纤细的甲片的形状。我们来看一下案例，什么叫做胖甲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案例，这些都是我找的网图案例啊。这些案例给大家看案例的意义在于，我们要规避掉这些缺点啊，并不是说我为了去吐槽这个不好看，完全没有。我们是什么呢？要学习就要学习，要规避掉他们的错误点。这个的错误点在哪？我们来仔细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甲面凹凸不平很严重，然后这个还有点流胶，对不对？流胶的地方就一定会起翘，然后其次这里凹凸不平很严重，就说明什么呢？它没有打磨甲片的台阶。它这个做的呢就是一个半贴的款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边我们贴了甲片的这一个部位就是很胖的，这个就是没有做好塑形的效果的同时，它没有做好建构，甲面就会凹凸不平，这个样子做出来的美甲肯定就是相对不美观的。好，然后我现在来一个一个给大家分析，我们应该去做贴片延长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细节要点。首先第一个，做贴片延长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肯定是选择甲片。可以看到这个案例，这里很大一个台阶，看得到吗？很大一个台阶就说明它选择甲片选小了，那这个台阶就会导致你后期不断的受到这里台阶处不断受力，因为直接滑到这个台阶处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手部的时候，它就会直接滑到这个台阶上，台阶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受力，然后你的什么呢？延长胶整体的这个厚度又不够饱满的时候，在我们后期长出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很容易产生什么？侧裂，很容易产生侧裂。然后长期这个样子做指甲，我们这一块指尖靠边缘侧线的这一块的甲床，由于长期受到撞击，还会产生侧边空甲的现象。所以不单单是说容易我们的款式产生断裂，其次还会影响到我们甲床的生长哦。所以一定不能选小号。正常我们选甲片一定要是像这个样子的，完全包裹住我们左右两边的 AB 点的侧线，要整个完全包裹住像如果假设这个本甲的甲床是这个样子缺了，这里会缺一块，很多就是拿笔的手
它这里都会容易缺一块。那么我们的甲片就要贴到什么样的位置呢？贴到更高一点，然后把整个这里给它包裹起来，整个没有的地方包裹起来，这个才是一个合适大小的甲片。选择甲片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甲片的大小一定要包裹住作为 AB 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没有包裹住的，看还是缺了一个小台阶，这个叫缺了一个什么呢？缺了一个大台阶。然后除了大小的选择以外，我们还要有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拱度的选择。什么一个意思？我们来观察这个甲片，这个甲片的拱度是不是非常拱起的，是非常凸起的？这个样子拱起来的甲片去做什么呢？扁平甲面的一个延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间要涂大量的胶才能把这个空隙给填满。然后呢，如果这里填不满，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就会出现气泡的状况。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气泡的照片。所以不单单是挑选甲片的大小包裹住 AB 点，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顾客本甲相对扁平，我们就要挑选这种弧度很扁的适合扁平甲的甲片。然后呢，那么如果顾客的本甲是什么呢？相对拱起来的，甲床非常饱满，本身它天生的甲床就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下的话，我们就要选择这种拱起来的，跟甲床弧度、拱度贴合的甲片啊。好的，以上就是关于我们甲片挑选的细节。一，要同时包裹住左右 AB 点。二，甲片的拱度要和什么？本甲的拱度相对服贴，这个样子我们的持久度才会更好啊。好，讲到持久度，我们来看一下有几大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持久度。第一点就是刻膜，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上的刻膜划痕是非常明显的，本甲的划痕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一条一条很明显，本甲也不容易被磨薄的刻膜技法，我们会在实操的时候给大家演示。这张图大家记住一下，划痕一定要越明显越好。划痕一定要越明显越好，这个是一个重点。然后本甲可以看到，本甲部分的刻膜和什么呢？甲片的刻膜都要做到位，这样才会不容易后期起翘分层。然后还有经常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经常做这种半贴、高位半贴、全贴的这种类型的甲片的话，我们不单单像刚刚那个样子，本甲的部分要刻膜，甲片的部分要刻膜，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我们甲片内部要服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半贴的服贴面积和我们高位半贴的服贴面积，还有全贴的服贴面积，是不是范围不一样？所以像这种半贴以上的，不是浅贴的甲片，我们一定要做内部甲片内部的一个刻膜。刻膜的面积范围取决于你要做哪一款取决于你要做半贴、高位半贴还是全贴。那么如何去刻膜我们甲片的内部呢？我们是可以用到刻膜头去进行一个内部的这个样子的打磨的。大面积，我们服贴面是多少，我们就要做多大面积的一个刻膜。如果用砂条的话，你会发现磨不到里面。然后我们贴甲片的时候，整甲容易剥落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甲片内部没有刻膜。刻膜的面积范围取决于你要贴附的面积范围。还有像这种，即便它市面上它卖的时候说的是免刻膜，内部是磨砂状的，我也建议大家用打磨头进行内部刻膜了之后，再用胶进行贴附。如果甲片内部不刻膜的话，就很容易整甲剥落的接着，除了刻膜的原因，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在贴附甲面的时候产生了空洞气泡，没有完整的贴附，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完整的贴附，没有任何一丝丝气泡，看得到吗？这个就是没有完整贴附，产生了空洞，基本上就是胶量不够而导致的。这个是贴甲片的凝胶甲片凝胶产生的空洞，胶量不够。这个是什么呢？贴甲片的胶水。贴甲片的甲片胶水和凝胶最大的区别，凝胶它需要照灯才会固化，你可能没贴好，把它取下来重新滑动重新贴是可以的。但是贴甲片的胶水它是属于什么呢？跟空气当中的水分
发生化学反应固化的一个水剂。那么你在贴敷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等它完全固化的时候，一不小心松手了，你就会发现很容易出现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产生了这种空洞气泡。首先第一个，后期会容易什么呢？感染绿脓杆菌啊，感染绿脓杆菌，因为这里面有空隙，菌体就会跑进去。然后其次，它是很容易起翘的，因为我们的贴敷面积不完美，水就会进去。不单单是引起绿脓杆菌的感染，然后其次还会容易什么呢？导致我们的延长不够持久。那如果是浅贴的话，它的面积只有这么一点点，是不会容易出现这种气泡的问题的。最容易出现气泡问题的，基本上就是像这种用甲片凝胶或者是大面积的用甲片胶水去贴敷的。附着面积越大，越容易产生气泡。我们一定要是缓缓的下压去贴敷，才会杜绝气泡的产生啊。那么这个就是不可修改的，你会发现它固化了就固化了。这个呢是需要照灯才会固化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修改的。你哪怕按压下去的时候没压好，把它拿起来重新按压、重新贴敷都是可以的。所以相对来说，新手更适合什么呢？贴甲片凝胶。好，关于这个气泡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贴甲片的时候必须贴服贴，不能产生任何一点气泡啊。接着我们下一个贴片的要点就是要贴好看，一个是牢固度、持久度，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要好看。我们会发现真正落实到顾客本甲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会发现顾客的本甲很容易是什么呢？歪斜的，看得到吗？这个顾客的甲床它就是歪斜的，这个呢是往这边歪的，看得明白吗？这个是做好延长把它做直了，其实这个甲床本身的状态是有点往这边偏的。我们贴甲片的重点就是一定要按照我们手指头的整根指骨中心线去贴，不要看甲床，不要看甲床。贴甲片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甲床的部位遮起来啊，甲床的部位遮起来，然后看指骨中心线的这根延伸线去做一个甲片的贴敷。我们来看一下案例，这一个案例就非常的清晰了。我们可以看到中指是按照整根指骨中心线的走向去贴直了的一个状态。那么无名指呢，它本身就是有一点点什么呢？甲床的走向是往内偏的。如果你只是看这个甲床的部位，你顺着甲床的生长方向去贴了，你会发现手伸直的时候，这个就会往内歪。那如果它又往外有一根往内，一根往外，看着这个甲床的生长方向去贴的话，就很容易贴歪甲片，所以不能看这里。贴甲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呢？遮住我们的甲床，遮住我们的甲床，看得见吗？要看的是什么呢？要看的是遮住甲床之后，我们要看的是后缘的这一整根指骨的延长线，这个样子贴出来的甲片才是美观笔直的，伸出来好看的。特别是延长，因为你的指甲特别长的情况下，你稍微有一点倾斜，它会看上去更加的明显啊，看上去更加的明显。所以延长的时候，我们指骨中心线这个要点一定要学会看，一定要学会看。那么其次，贴甲片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什么呢？第一个，指骨中心线贴歪了，不好看。第二个什么呢？顺着我们本甲的生长方向去贴甲片，看得到吗？如果你本甲是这种问题甲，什么叫做问题甲？上翘甲、下钩甲，还有扇形甲，甲床像一个扇子一样这样张开的，像个小铲子一样的啊，都叫问题甲。它是什么呢？我们本甲的生长形态是不美观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做延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不好看的本甲通过我们的人工甲的延长把它做得更好看。所以一定是不能顺着我们问题甲的生长方向去贴甲片的。你看它顺着这样子贴就不对了，这样就会翘得更厉害，整个像一个飞起来的小铲子。那么这个呢就像一个小鹰嘴一样，整个弯下来，这样都是一些不美观的生长方向。我们要通过什么呢？矫正。你看这个就是贴的非常的往下弯，就不好看。那么顾客本身指甲生长方向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通过什么呢？延长去进行一个矫正。这个是一个浅贴矫正的案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下钩的指甲，这个甲片我们就是要往上抬着去贴。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呢？飞起来的
甲床很短小飞起来的上翘甲，我们的甲片就要相应的往下去做一个矫正，这个样子改善了顾客本甲的生长方向，去做出来的美甲就会更美观啊。总结一下，一个是指骨中心线对齐，一个是什么呢？矫正上翘或者是下钩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做出来的贴片延长才会更加的美观。接着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为什么你做出来的贴片不够好看，持久度不够。除了我刚刚分析的以上几点原因，还有几个客观原因。这个是什么客观原因呢？就是没有塑形。可以看到甲片贴甲片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位是什么呢？宽胖的。接着这个案例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后期就很容易断裂，为什么呢？因为它做的不够饱满，甲面首先第一个胶痕啊，坑坑洼洼很严重，不够漂亮。然后其次中间是什么呢？我们延长甲的受力点其实是在这个中间的中段部位，中段部位反而是什么？凹陷的。指尖或者是后缘堆胶，中间这个部位凹陷就会容易产生什么呢？侧边的断裂。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这个案例看上去还挺好，对不对？看上去还不错，但是我们从这根手指头去看，它侧边就是什么？还是薄的，过薄它就会容易产生侧边的断裂。然后这个案例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案例仔细去观察，它的边缘已经起翘了，然后可以看到它很靠近后缘，就说明它没有长出来多少，它的边缘就很容易起翘了。这个就是贴全贴的弊端啊。全贴呢，就是甲片贴在什么呢？贴在我们整个整甲面上，然后涂胶干什么都是只做在甲片上，和本甲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后缘的衔接，然后侧边的衔接，因为侧边后缘都是甲片，全贴它后期就是会很容易产生什么呢？后缘起翘的现象，看得到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所以我们是不教全贴的啊。那么其次还有一个，看这个也是不够饱满，刚刚的不够饱满是延长胶整体不够饱满，这个不够饱满是什么呢？没有做建构的不够饱满。后缘我们贴甲片的这一段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台阶，中间就会凹陷，整甲面的凹凸不平，就说明它是没有做好建构。建构就是使得甲面变得什么呢？烹润饱满。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两侧特别宽胖，这个贴甲片的中间的中段部位特别宽胖，就是说明没有做好塑形，这是这两个不美观的要点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好的案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叫做饱满？延长胶我们最好做的要有一个厚度，一定的厚度，但是呢，这个一定的厚度不是说让你有堆胶的情况，这一个一定的厚度是要在中间这一段相对来说要饱满一点点，有一个小小的高点，然后指尖和后缘一定要什么呢？相对薄一点点，后缘像什么自己的本甲这样子长出来的一个状态，这个才是一个相对优秀的延长胶的一个厚度啊。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做完款式之后，甲面的一个厚度，它一定是什么呢？相对来说有个高点，烹润的，不扁平的，而且是什么呢？平滑的，可以看到平滑的，根部也没有堆胶，指尖也没有堆胶，高点在这个部位，但是这个高点它并不是像一个瘤子一样凸起来，它是有一个饱满且什么流畅的一个弧度，这样我们做出来的美甲才会又美观，而且中间这一块受力点看得到吗？受力点它有厚度的情况下，后期就不会容易折断。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本甲衔接的非常的好，没有台阶，这几个要点把握好了，我们的延长就一定不会从侧边断裂啊。然后还有其次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影响我们持久度的原因是什么？持久度的原因就是我们贴甲片的这个凝胶啊，刚刚排除气泡的问题，排除刻膜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凝胶的质量问题。我们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品牌的贴甲片凝胶，它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都可以用来贴甲片。好处就是它可以重新来，一直贴不好我们都可以擦掉，重新涂凝胶，重新按压，直到我们贴完美了再照灯固化，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的操作。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什么叫做品质不好？流动性过强，容易留甲沟，你后期打磨会比较麻烦，这个也叫品质不好。
然后还有一个品质不好，就是它的粘性不够佳，抓附力不够强，这样就会导致我们后期会容易，哪怕你刻模做的也很好，所有的细节都注意到位了，也没有产生气泡，但是它还是整片剥落了，就说明这个胶体的结合度不够。解决办法就是换一个胶啊，甲片的整片剥落，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内容以外，就是胶体的问题，你要学会排除。我们在操作顾客的时候，你哪一步没有做到位，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概念，然后一一排除，找到我们贴甲片出现问题的这个步骤或产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做出来的贴片延长又牢固又美观。好，最后还有一个原因要教给到大家的是，如果你刚刚所有的步骤都做到位了，然后呢，别的顾客也没有产生整层剥落的情况，但是唯独这个顾客产生了整层剥落的情况，那么这个原因就出现在哪里呢？这个原因很大一部分可能性就是顾客的手部甲面的部位涂了护手霜，或者是夏天会涂防晒霜涂的比较多，甲面上的苯甲面上的化学药剂残留过多而引起的剥落。特别是防晒啊，防晒哪怕你用酒精擦了很多遍，你看上它是雾雾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化学成分的残留还是很严重的，你涂底胶它就开始缩胶了。出现底胶缩胶的情况下，我们立马先擦掉，然后要做一个什么补救的办法呢？就是使用干燥剂去除苯甲面上多余的油分和水分，再使用结合剂了之后再去涂底胶，这样相对来说抓附力就会更牢了，贴片延长一定就会非常的持久了。除了以上讲到的几点，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前处理做的不到位。可以看到我的划痕是很靠近什么呢？甲沟的刻模的划痕。再仔细去放大来看，我们的苯甲的甲面是没有任何什么皮屑的粘连的。我们在做甲片的时候很容易这样子，整个这个 C 弧三边看得到吗？这个三边很容易产生小小的缝隙的起翘。如果你产生这种小小的缝隙，靠近三边皮肤的这个地方的小小的缝隙的起翘，就说明你皮肤没有处理到位。我们甲面上靠近三边的这一个区域范围都会有甲上皮角质，这个薄薄的角质层平常我们肉眼几乎看不出来，所以不管它有没有，你看不看得见，都一定要打磨一遍我们的三边做皮肤处理的时候，要把附着在我们整个甲面上的甲上皮角质要处理干净，这个样子才不会产生边缘的起翘，而导致后期整体的剥落。好的，以上的知识内容呢，就是老师给到大家的如何才能做好甲片延长的所有注意要点细节。我们会发现真正要做好一个好的甲片延长，它的注意要点是真的很多的，所有的细节注意到位了，我们才能做出来一个很漂亮又显瘦的延长加款式。那么下一节课呢，老师就会直接带大家进入实操的部分，不单单是贴甲片，还有关于修形、做建构、做塑形到底是什么的实操内容。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节课见，拜拜。